大家好，我是佳佳。之前我分享曾经住过一栋非常有名的大楼。这栋大楼之所以有名，是因为除了意外频传之外，它也是高雄有名的猛鬼大楼。然后有位网友看完我那集的影片之后，就投稿了他的故事，也是关于租房子的灵异事件。感谢我们本周的投稿者阿忠。那么故事开始咯。我是一个乡下孩子，因为小时候家里穷，学历也没有很好，所以长大之后的愿望呢，就是希望能多赚一点钱。当我成年之后，就有朋友说要去北部工作。当时我想北部的工作多，薪水高，所以呢，我就开始了北漂的日子。因为一开始到北部生活，我也没有什么钱能租好一点的房子，于是就在别人的介绍下租了一间很便宜的大楼。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劳力性质的工人，所以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的累。回到住家之后呢，就是休息跟睡觉。有一次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，也因为这件事之后呢，我就搬离了那栋房子。我记得一开始在那边住的都很正常，后来有一天呢，因为工作上的意外，我的脚不小心被钢筋割伤了，所以去医院治疗。当天也回家休息。回到家之后呢，我就觉得整个人迷迷糊糊的，身体感觉有点发热，不太舒服的感觉。所以我洗完澡吃了药，我就上床睡觉。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就梦见有一个不认识的女生牵着我的手，说要带我去看海。其实我看不清楚她的脸，但是呢，我的身体就是不由自主的让她牵着走。因为我的脚受伤，所以呢，我走得比较慢。然后她就一直对我说：“快点，我们努力往前走，你走快一点。”正当我要努力跟上她的速度时，背后就有一个声音大喊：“少年呢，你在冲啥回？”接着这一瞬间呢，这个女生就不见了。然后我就发现我人是站在顶楼，我吓了一跳。我就说：“为什么我在这里？”然后刚刚喊我少年呢，是一个中年的阿伯。他就说他看到我眼神怪怪的，然后一跛一跛的走路。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所以呢，我皮肤非常的黑。他以为我是游民或者是吸毒的人，所以特别注意一下。结果没想到竟然看到我走上楼顶，于是他才出声喊了我一下。当下我就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上来的，我只知道呢，我在房间睡觉。我说完这些话之后，那个阿伯跟我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然后我们对看了几秒，也沉默了几秒。他就说：“少年呢，有闲去拜拜。”接着就离开了。当下发生这件事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毛，因为这栋公寓在之前就听过很多关于它的传闻，所以我马上呢去借住朋友家，然后跟我朋友说这件事。没多久之后呢，我就搬离了那里。事情经过10几年后，有一次在电视节目上听到一个名嘴说这栋大楼的故事。他说在很久以前呢，有一个江姓老兵，因为没有结婚，所以用身上的钱在这一栋大楼里买了一间房子给女朋友。结果没有想到，那个女朋友一拿到房子后，就发现老兵身上也没有什么钱可以骗了，于是呢，就故意远离这个老兵。有一天半夜，这个老兵呢又到了这栋公寓去找他女朋友，结果就在1楼底下一直按电铃，但是女朋友不开门就是不开门，于是老兵就开始乱按附近邻居家的电铃，结果邻居就开骂了，就说几点嘛，
你个干嘛乱起点铃？然后这个老兵就非常的不高兴，想说既然他女朋友不开门，也没有人愿意帮他开门，那他就爬墙上去要找他女朋友理论。结果没有想到爬到一半就因为体力不济掉了下来。掉下来的途中呢，撞到了铁窗，因此肚破肠流，就这样摔死在1楼的地上。当时掉下来的时候发生了非常大的声响，结果住在1楼的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只知道3更半夜发生那么大的噪音，扰人清梦。于是开门就破口大骂《三字经》。骂完之后呢，才发现竟然有人摔死在门口。从那一天起，这栋大楼就像得了瘟疫一样，常常有人因为各种莫名的原因往生离世。例如走楼梯跌倒摔死的，要出门的时候心脏病发死的，然后之前骂老兵乱按电铃的人无缘无故暴毙死亡，以及当时住在1楼开门骂《三字经》的人，也在路上骑车的时候被货车不小心撞死了，同样肚破肠流，送医不治。就这样3年的时间死了20个人。这个名嘴说呢，他自己的亲戚有一天在家里洗头，然后莫名其妙的死在脸盆里，死因是窒息溺毙。但是你想想，脸盆才多大，怎么样窒息，怎么样溺毙？因为这里有太多枉死的冤魂，所以久而久之呢，就变成是一栋抓交替的猛鬼大楼。当我听到这里时，我忽然想到我那时候的状况，应该就是准备被鬼抓交替。还好我命不该绝，被人喊了一下，不然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分享这个故事。故事说完了。看完这位网友的分享，我真的有特别去找了一下这栋大楼的资料，后来才发现这栋大楼是媒体认证的猛鬼大楼，因为真的有太多莫名其妙的往生意外，而且还有很多人选择在这里当空中飞人，所以呢，这边常常在办法会，然后网络上真的有很多人分享关于这栋大楼的灵异经验，因为它实在太有名了，我也不方便公布大楼的名字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 Google， 就会看得到很多关于这栋大楼的新闻跟灵异事件。如果有灵异故事或者是可怕经验想要投稿的话，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到影片的说明栏里点击故事投稿的连结，或是寄到我的信箱 gn111000a gmail.com， 都能够将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哦。下星期五晚上9点，记得锁定我的频道来听我说故事哦。如果有婚礼、尾牙、活动、商演等需求，请加入我们爱先锋官方 LINE 小老鼠869IXXVK， 我们用心在活动的每个细节。再次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佳佳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